美国果然没诚意，刚见完面就翻脸，纠集13国对华捅刀子。对此，中国只需一招就可轻松制敌。各位好，欢迎来到新乐锐评。自从今年2月份美军用导弹击落中国民用气球以来，中美之间的关系就降到冰点，高层交流也完全中断。这对于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来说是很不正常的。不过好在最近这段时间，两国关系终于迎来了久违的转折。以中国新任驻美大使履新为契机，拜登政府官员就纷纷表态欢迎，对华释放了一系列积极信息，希望通过沟通手段解决分歧。这些我们也都看在眼里，所以对此中国也给出台阶。我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近日在美国底特律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就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进行了会面。这可以算得上是中美高层往来的一个新拐点，双方也就彼此关切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保持交流沟通。最近因为美光科技未通过我国安全审查一事，白宫也在积极表态要与我国进行交流，中美商务部长在此时的会面自然也是一个直接的沟通机会。外界也有人把这次中美高层会面称之为中美关系破冰回暖的表现。确实，在两国关系正处在格外严峻复杂的当下，有沟通总比没沟通好。毕竟中美两国关系持续恶化下去，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对于中美关系，我们一直是非常重视的，因此也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将承诺落实在行动中，以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然而让人失望的是，中美高层才刚会完面，美国就翻脸不认人，纠集13国对华捅刀子。据相关报道显示，参与美国牵头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的14个国家的贸易部长会谈基本完成，他们已经就加强重要物资供应链的协定达成协议。协议的大概内容就是要在芯片、关键矿产限制中国，而这仅仅还只是印太经济框架谈判的首个成果，其他领域的贸易、清洁能源等议题还在交涉当中。这充分证明，美国虽然嘴上一直喊着希望与中方对话，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诚意可言。既然如此，那就别怪中国不客气。面对如此反复无常的美国，我们只需要一招就可制敌，那就是继续关闭中美沟通的大门。因为眼下美国国内不仅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债务违约危机也迟迟得不到解决，正是急需中国帮忙的时候。这也是美国多次对我们示好的主要原因。所以中国只需实施外交冷处理，就足以打疼美国。中方早就有言在先，任何人都不能一边求合作一边捅刀子，但美方非要明知故犯，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将自己的路越走越窄。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与中方同向而行，美方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前景。所以我们奉劝美国好自为之，以免得不偿失。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